近期西方国家利用非政府组织破坏中俄能源合作基础设施。据俄罗斯媒体报道，5号该国执法部门破获一宗破坏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的案件，其幕后黑手是接受美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阿尔泰项目，后者已经被俄政府列为不受欢迎的组织，并予以取缔。俄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显示，阿尔泰项目的重点目标是破坏西伯利亚力量2天然气管道建设。西伯利亚力量2天然气管道建设是中俄合作项目，长约2600公里，输气线路以俄罗斯为起点，经蒙古国入境中国。项目计划于2024年破土动工，2030年左右投入使用，年设计输气能力为500亿立方米天然气。俄罗斯媒体指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西方加大利用所谓非政府组织大搞渗透、网络带风向等舆论战非法活动，企图从经济、政治等各领域渗透、干扰甚至引导俄社会舆论的趋势，目的在于造成俄内部混乱，以间接对战事施加影响。但对重要基础设施进行直接破坏的案件还是第一次发现。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现在这种信息战呢，我们说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了。那么大家在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这种手头的资源来进行对抗。那么其实这次的这个 NGO 的事件，其实充分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特征。日本最快将在8月正式开始将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核污水排入大海。中国外交部强调，日本此举自私自利，敦促日本立即叫停排海计划。朝鲜谴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庇护偏袒日本。韩国在野议员团也于周一启程访日，抗议核污染水排海。但是韩国政府却不顾超80%国民的反对，明确支持日本向大海排放核污染水，并要求民众不要质疑给日本背书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在1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方强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自私自利，不负责任，也不得人心。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立即叫停排海计划，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核污染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综合评估报告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没有解决国际社会上述关切，不能被日方当作排海的通行证。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福岛核污染水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日本政府只关心什么时候把核污染水这个麻烦甩掉，毫不在意其他国家为应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投入多少资源、承担什么风险。10号，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不少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入大海。中国や韓国の人たちのように反対しても結局汚染されるのはみんな一緒。私たちは日本国民として恥ずかしい、許せないと思います。在地理上距离日本更近的韩国，民众对此事反应十分强烈，超80%韩国人反对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连日来不断抗议。但是韩国政府却不顾民意，执意支持日本排海计划，并要求民众不得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就部分示威人群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访韩时对其高喊收受100万欧元贿赂一事表示，这在国际上是非常不妥的行为。韩国国务调整室第一次长朴购然10号在记者会上声称，所谓收受贿赂的消息是假新闻。实际上，根据韩国一个名为探查的自媒体频道6月27号独家曝光了一份报告书封面，介绍称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即将发布的关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最终评估报告书，并在报道中指出，日本政府通过贿赂的方式收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并对最终评估报告书内容施加了影响。探查还公布了一份日本外务省与疑似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浅川雅嗣的3页对话记录作为证据。这份记录显示，日本政府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了100万欧元的政治现金，以换取提前拿到关于福岛核污染水的报告草稿，并进行大幅修改，使其符合日方构想。这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具的报告书实际上是由日本政府定稿，公信力遭到质疑。另据韩媒消息，10号下午，尹锡悦和夫人金建熙乘机前往欧洲，期间将出席北约峰会。据悉，他将在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晤，向日方阐明韩方对福岛第1核电站污染水排海的立场。韩国媒体认为，尹锡悦不太可能推翻此前韩国政府支持日本排海的表态，但为了平息国内普通民众及在野党的反对声浪，尹锡悦政府只能做出类似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决定，或说出一些把国民的健康和安全放在最优先位置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的这届政府，它标榜的是价值观外交，然后他又把日本指定为跟韩国志同道合的国家，所以，在韩日关系上，他就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韩日关系必须好，不能坏，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和日本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他会秉承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一个原则，所以之前他会在这个强征劳工问题上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然后这次在这个排放核污染水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也是一脉相承的。外界注意到，在反对日本排海一事上，朝鲜官方罕见与韩国民众态度一致。9号，朝鲜国土环境保护省对外事业局局长发表谈话指，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将核污染水排放太平洋对水质、海洋生物、沉积物等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描述为甚微，是积极庇护、偏袒和助长令人毛骨悚然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这一不正当行为才是问题所在。但正在韩国游说民众接受日本排海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此时却顾左右而言他。他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访问时强调，比起福岛核处理水，韩国更应该担心朝核问题。作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核安全监督协调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朝鲜多次交锋。对于格罗西这次的说法，朝鲜回应称，格罗西拿主权国家行使合法权利说事，却出面庇护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的日本非法无道的反人伦行为，实属双重标准的典型行为。外界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长期在核问题上偏袒美韩而压制朝鲜。例如，美韩近期签署的新华盛顿条约中，包含美国战略核潜艇部署到韩国军港的条款。实际上，美国密歇根号巡航导弹核潜艇已经在6月16号抵达韩国釜山港进行短期交流访问，但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却默不作声。朝鲜国防省也在格罗西到访韩国之际提醒，美国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部署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的举动是非常危险的事态，让我们不得不接受核冲突这一最糟糕的情况将成为现实。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那么，朝鲜国土环境保护省对外事业局局长发表谈话，抨击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的报告。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我认为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能否向太平洋排放，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科学问题。纯粹技术性的问题，应该本着对全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负责任的态度，通过科学的手段得出客观、独立、公正的结论来解决。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跟日本有着同样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并且站在同一阵营的美国、韩国、澳大利亚、欧盟以及台湾地区等等，都一面倒地对日本的排放行为采取了支持态度。相反，跟日本存在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并且不在同一阵营的中国、朝鲜以及正陷于俄乌战事中的俄罗斯，都不仅表达了深深的忧虑，而且表达了坚定的反对立场。而绝大多数有可能同样深受日本排放行为之害的太平洋岛国和沿岸国家，正因为不愿意得罪日本而采取了功利主义态度，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沉默。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在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这件事情上，这些年来在对几乎所有重大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的态度上，都出现了阵营化对立以及大多数国家默不作声并存的现象。从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当今的世界已经分裂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本来有分歧不要紧，只要有客观公正的国际组织或是第三方机构出来主持正义，拿出权威的调查结论就行了。但是中俄朝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因为涉嫌被日本操控，受日本单方面聘请而得出了有利于日本的调查结论。这个也就意味着，在这件事情中，原本应该主持正义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不得不赔上了自己的声誉。那么，对于韩国国内民众与在野的共同民主党也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以及抗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这件事情上偏袒日本一事，您又怎么来看呢？我认为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尹锡悦政府支持日本将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入海是没有民意基础的。甚至尹锡悦政府甚至改变了奉行多年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一面倒的亲美，尤其是亲日，
甚至在历史问题上放日本一马的做法，也是缺乏民意基础的。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尹锡悦本人的民望逐级走低的原因。非常有意思的是，过去在几乎所有涉及日本的历史问题上，包括强征慰安妇与劳工等等，以及独岛等现实领土主权纠纷问题上，韩国国内的主流民意都罕见地跟朝鲜保持了一致。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二战已经结束了70多年，但是在朝鲜半岛上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记忆创伤。而在韩国的政治环境下，基础民意才是其内政与外交方向最终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我个人判断，当前尹锡悦奉行的亲美，尤其是亲日外交战略，可能难以走得很长远。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或者是在下一次的大选之后，韩国的外交战略就会再来一次大修正。这种现象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像翻烙饼一样翻了好多次了。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